OK，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这个最后的 panel。然后，在场的3位也都是行业经验丰富的老兵了，然后给大家来分享一些最近的，关于热点啊，以及他们所身处的一些业务的观点啊，相信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有用的见地吧。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可以请各位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啊，其实市场也到一个。某种程度的这种很多人认为的预期的转折点，包括像昨天Allianz DAO 的联合创始人认为，他身边的绝大多数的交易员和机构都开始看空，啊，然后当然尤其这个过去的12个小时，这个行情也出现了一定的跌幅，啊，甚至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一开会啊就开始下跌是吧？对，就是不知道各位这个嘉宾你们。包括你们机构的研判啊，认为现在行业是不是到了一个，不管说是牛转熊啊，还是有一定概率的这种，转折点，还是认为只可能是一个短暂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短暂的一个下跌的状态吧，后面可能还会回到牛市继续的轨道中啊，因为我们看到可能比如英伟达呀或者美股啊，它其实也在继续的创新高啊。行，要不我们继续就从这边开始。这场我们说中文是吧？对，说中文吧。终于可以说中文了。最近这个，首先先声明，不是 financial advice。其实我这个个人啊，就交易合约已经不交易很多年了，所以还是如果是杠杆的产品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就我们之前有一句话叫。这个珍惜生命，远离合约。对市场来看的话，我个人还是认为说，从长势来看，啊，我觉得这个市场并没有从牛转熊的迹象，啊，如果 BTC 如果跌到10万以下的话，那我个人认为，纯个人意见就是还是买入的机会，对，因为成长大势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个人认为。谢谢。我对这个市场，因为我觉得这个市场有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这一轮的周期。大家知道，这个比特币基本上就是说，整个市场基本上是按照比特币的周期在走。一般来讲，每4年一个周期。之前我们讲这个，叫一牛三熊，有4年里面1年是牛市，3年是熊市。但我觉得这个周期可能不太一样。这个周期的话，因为有整个 Trump 的政策，大家也知道 Genius Act 以及其他这些政策，所以我总体的判断应该是。相对来讲比较平衡的一个4年，也就是说不会是1牛3熊，应该是这个2牛2熊。那现在的话，我觉得我们在牛市的中场，我们在牛市的一个中场阶段。这个中场阶段的话，既不是最高点，也不是最低点。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大家都会更加谨慎一点。核心的话就是说，尽可能不要去追高了。然后如果市场有回调的话，我觉得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这是我现在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判断。OK，对我们看法还挺一致的啊，就是肯定不是这个牛市已经全面结束，然后进入到熊市的状态啊。那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快速的上涨之后，需要这个市场需要停下来，需要在一个合适的位置震荡清洗啊。那么因为我们从宏观上可以看出来，就是稳定币的这个总数量还在不断的增长。那么其他的像国家主权基金啊，包括上市公司啊，包括一些主流机构都还在买。那么包括这个美联储的降息啊，是在持续进行中的。那么为什么所以我们看宏观面其实并没有那么差，包括美股、包括黄金、包括其他资产啊。那么 crypto 还是自身出了一些问题。那么一方面呢，是在过去上一轮的这个比较大的动荡中，然后其实上涨的还是太快了啊！我们看以太坊从1000多，那么连续上涨到5000啊，接近5000。那么这样的连续上涨，势必会让一部分早期筹码价格低的这个玩家要出清啊，要把这个获利给落袋为安，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啊，没有永远上涨的一个市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本身。行业因为1011啊，大家知道前段时间的一个暴力的一个暴跌，那么这个带来的一个特别大的影响呢，是行业中总的这个包仓金额大概在4000亿美金啊，这也就是说一大批的中坚力量啊，特别是机构团灭了。那么
一下就把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打薄了。那么接着又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情，包括这2天的这个 balancer 被盗啊，今天还有 stream 也出了问题，就行业自己本身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影响这个整个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一些事件，那么让很多的犹豫的筹码变得更加犹豫啊。那同时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呢是我们在连续的事件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啊，包括很多网友都扒出来了，链上有很多的巨鲸，很明显是政治力量背后的老鼠仓，啊，那么它会让很多的聪明钱，本来要进入这个行业的很多人认为说完了，就是我们可能就成了这个政治人物的尿壶啊，就他随时可能这个推动一个扭转现在盘面的力量，然后让你打得血本无归。啊，那么这些信心的变化都会让行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啊，但是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呢，就是这2天的这个恐慌贪婪指数跌到了20几，那么一般这么低的位置，也就意味着行业已经这个超卖啊，或者说过度恐慌，那么很多的这个聪明钱呢，可能又是遇到了一个像刚才 Patrick 讲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仓的时机，所以有时候恐惧即贪婪，贪婪即恐慌啊，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因为我们从业很长时间了，我跟 Colin 很多年，那么像这样的情况见怪不怪啊，已经见过太多，比这个极端的比比皆是啊。但是呢，市场在1011这样的事情，包括最近连续的事情，它一定回血上需要一些时间，没有这么肯定是需要在反复去找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中继点，那么才有后面的这个机会啊。但是呢，就是回到刚才。Patrick 讲的就是这不是一个就是意味着这个牛熊转折了，那么甚至就是未来是不是还有牛跟熊都很难讲啊，因为过去的牛跟熊4年一个周期，本质上还是比特币减半带来的，就是比特币每4年它的产量减半，给行业的供给跟需求平衡带来一个很大的颠覆性的打破。那么现在。4年的这个周期越来越不明显，因为4年减半对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小。那么包括就是说来自于传统的力量啊，它的注入的这个新的买盘跟新的这个卖盘，这个力量可能更加成为主流啊，所以周期可能会打破。牛熊的这个特征可能会打破，然后因素可能会更复杂啊。但 again 就是我们还是觉得。目前不是一个就是后市很悲观的一个状态，OK。好呀，谢谢3位嘉宾的分享。对，然后我们讨论的第2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讨论了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牛熊转折的问题。第2个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现在也是比较热门的这个 DAT 的问题。对，我们看这个每个周一啊，这个 Tom Lee 的这个 Bitmain 还在。疯狂的买，但是以太坊的价格却在这个持续的跌，是吧？这个Bitmain 能不能成为下一个这个微策略？大家其实也是很期待的，对，啊。然后在座的3位老板，你们自己的公司啊、业务啊，其实也都非常深入的参与到了这个整个 DAT 的业务中，啊，但是呢，关于这块最近其实市场呢也有很多关于它的讨论吧，包括监管机构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反馈啊，甚至汤姆利自己说，可能他认为什么这个 DAT 已经到了这个崩溃时刻啊，就是当然他的说话一直都比较耸人听闻了啊，就是你们自己怎么看目前这个 DAT 它经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狂野的发展，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它后面呢还有很丰富的机会，还是说它已经也来到了一个需要优胜劣汰的一个状态？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时刻啊，要不还是这个行啊？那要不从 Liver 开始吧？啊，从那边转过来。OK， DAT 呢，应该来讲，就我们看任何一个事情都要这个分成2个部分来看啊。那么 DAT 它很明显在上一个阶段里面是一个被过度吹捧的一个新鲜事物啊。那么也是因为被过度吹捧，然后呢，行情遇冷之后呢。大家看到了很多这个过去热钱清算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产生了刚才主持人这个疑问。但我们从它的本质上来看呢，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业的帕累托改进啊。那么怎么说呢？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13年到17、18年这个周期，大家都是你要买币，你得去交易所去买
啊。那么交易所是主要的一个购买通道，但这个通道呢还是门槛特别高啊。我们当时很多这个人要相信这个平台，甚至有些还要翻墙，然后呢可能资金进场也很困难啊，没有好的这个法币出入境通道。那么再到这2年的 ETF 啊，其实 ETF 扮演了一个就是传统资本更容易进场的一个工具，但依然有很多基金呢认为 ETF 就是不在它的这个基金的这个可交易的范围内啊，但大量的这个基金啊，包括主流的这个老钱它本来就已经在股票市场里面，那么买股啊来替代买币啊，或者说扮演一个轻量化的一个买币通道，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对于传统的人群跟传统的钱能够更好进行业的一个通道啊，所以那个肖峰总有句话说，那个ETF 很好 ，DAT 更好啊，他去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特别是这个微策略啊等等，他们还证明了它的价值啊。那么但是目前这个情况，我认为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验证 DAT， 就是 DAT 的 upside 我们看到了，在行情特别好的时候。很多的 DAT 的 MNAV 可以达到好几倍、2倍、3倍啊，它有一个很好的溢价。那么在行情下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更多在观察什么呢？观察 DAT 它的 downside 在哪里？啊，我们来一起验证一下 DAT 它会不会崩盘。如果 DAT 撑过了这次的回调，啊，那么我们可以预计的是，在下一次起来的浪潮中，它依然会有很好的一个正溢价。啊，这也是他验证他自己的商业模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从这2天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今天到明天的数据，就是那个几个头部的 DAT， 它的 MNAV 会不会远远低于1，会不会脱毛？如果没有，那 DAT 这个商业模式在行业中就算正式立住了。啊，我认为它长期还会有很好的机会啊。那么，但是呢，可能会对于那些就是只是过来参与一把，然后它的规模很小，流动性也很差，然后只是这个过来要割下韭菜，或者说要通过一次快速参与，然后去达到一个这个快速挣钱的目的。那么这些就是偏中腰尾部以下的这些 DAT， 它就未必有这样的生存的机会啊。所以就是说 DAT 是好东西，那么大家要参与的话，一定要参与头部的 DAT 啊。对 ，OK。我也简单分享一下我对 DAT 的看法，因为我觉得 DAT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就相对于其他的直接持币，比方我们直接买币或者买 ETF 来看的话 ，DAT 应该是更加有创新的一种形式吧。但 DAT 整个发展呢，现在看呢，确实碰到一些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刚才 Livio 讲的 MNAV 会不会低于1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当一个公司的市值低于它的净值的时候，这个时候 DAT 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仔细去分析一下，发现呢，其实首先来看的话 ，DAT 的 MNAV 它不可能长期特别高。比方说长期如果它高于2或者高于3啊，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呢，长期来看，随着时间周期越长，随着持币量越大 ，DAT 的 MNAV 一定会回归到相对来说有一定溢价、有一定合理溢价。但是不会特别高的溢价的这个水平，那这个合理溢价是多少呢？我个人认为在30%到50%差不多。所以我们也看MicroStrategy， 看微策略，它的这个溢价，如果它能够持续去保持这个溢价呢，我觉得就基本上证明这个行业呢肯定是存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 DAT， 我们看它整个发展，它其实也经过了几个阶段。第一个呢，MicroStrategy 我觉得可能算 1.0 吧。所以 1.0 就是 MicroStrategy 整个 DAT 公司就相当于一个基金。非常简单，没有几个人，也没有啥主营业务，要干的事情，唯一的要干的事情就是买币、再买币，然后呢，在别人都不买的时候，他还要买，这样的话，它变得 super bullish， 这样的话，对很多基金、对很多机构投资人来看，他们考虑的是一个问题，就是他并不需要你帮我做 downside， 只要你 super bullish， 对他来讲，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冲工具。但这种情况呢，一旦行情转变的时候，我们看到它跌的会远远快于这个行情，比特币跌20%，它可能跌40%或者更多。所以呢，接下来就来到了 DAT 2.0 时代。DAT 2.0，我们觉得这个至少我的看法，我觉得像 Tom Lee， 就是像这几家 Solana、Ethereum 这种 L1 为基础的 DAT，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2.0， 因为它有最大的一个 features 跟 1.0 不同，它有 staking， 有 yield， 有 passive income。这个是跟其他的这个
就至少跟比特币的这些呢有非常大的差异。它产生的这个 yield passive income 一般来讲是足够 cover 它的 operational expenses， 以及包括这个 legal cost 和这个 audit cost。所以这个公司不需要额外的去出售它的股票，它就能够维持它的公司的正常运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Tom Lee 他们会至少在上半年，他们在整个美股在 Nasdaq 都是现象级的融资，非常的成功。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当然看到为什么它的 MNAV 也会持续的下滑，甚至低于1呢？我觉得更多是一个策略，阻止后来人进入，这是2.0。那在我们看来的话 ，DAT 还有没有更加就是这个2.0，现在市场也在挑战啊，你有 yield 有 passive income， 究竟算不算一个合格的上市公司？这个公司就是投资人机构投资人为什么要买你这个公司的股票？其实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觉得有一个2.0 plus， 就是这公司在有了 passive income、有了 yield、有了 staking 之后，还是需要有多一些东西。这公司不能，否则的话它就变成一个基金了。那为什么我们不用一个基金的方式去承载这个产品呢？比方说，大家也知道，Ethereum 的 staking 的功能也会逐步实现。如果 Ethereum 的 staking，Ethereum ETF 的 staking 实现了之后，这个 DAT 它的挑战会不会更大？所以呢，我觉得 DAT 还需要3.0或者是2.0 plus， 就需要在 yield staking 这种 passive income 之后呢，还要有一些新的一些收入的一些模型。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所以呢，总体来讲，我对 DAT 的话，我觉得现在进入一个调整阶段，非常同意Livio 说的这个观点，一定是头部才能存活，因为确实是这样。第二呢，就是说，头部我们要存活的话，我们还得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商业模式。如果简单的只是买币加上做 staking 这可能市场觉得还是不够。那样的话，市场可能把你会回归到只有10%到30%的溢价。就相对于这个直接的持币的这个 NAV 这个净值来看，那这样的话对一个公司来讲肯定还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我觉得这个点可能大家也都一直在探索，所以这是我的观点。对 ，DAT 我是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那其实相比较的话，就是以 crypto 为底层资产的 ETF 的话，其实 DAT 提供了更多的主动管理的灵活性，包括从这个融资从包括运营就提供了这种灵活性。那这种认为它在整个 stock market 上是有特别的一种需求在哪就包括有各种各样的那个限制或者是政策的阻碍导致很多企业或者是很多的基金它其实无法去直接持有币，或者是更安全的去持有币。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创新出来肯定在这个市场上会有相关的这个市场存在。那同时它是一种金融工具，我觉得所有的金融工具其实都有两面性就是看一个是运营的好不好，第二就是你如果要投资 DAT 的话，那就是你投资它是两方面你看的是哪一方面？对。那另外呢，我觉得底层不变的一点是说，不同的 DAT 最后它是一家购买某种 crypto 资产的公司。那你购买的什么资产，运营的是什么资产就会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有的波动性非常大，有的呢每个虽然都是 crypto 都叫币都叫 token， 但是他们的经济模型和它的运营模式往往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也是投资人应该是去关注的同样我同意那个前面 Patrick 和 Livio 说的第二点，就是凡事到最后都是28效应。那最后可能真正能规模做到非常大的，能吸引到更多投资人，一定是那些运营的非常好，且同时是运营的非常正规投资的资产是好的那些 DAT 的公司。那往往可能不会有太多家。对，就像之前可能在市场上还有一些骗子，对吧？也有骗子的发生。包括那我们可能我觉得将来会看到的是，如果像这种 DAT 的公司，它的人运营，包括它的托管，包括它整体的这个运营的模式会变得更加透明，可能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好的，谢谢三位。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最近这个相关的政策相关的一个话题。
在过去的这个半年以来呢，香港和内地、中国内地的这个政策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其实应该说，香港其实是比较稳定的，它其实我理解是一直循序渐进，根据它的每一年制定的规划，每一年的陆续的出台，包括昨天也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或者解释出台又做了一些新的这样的放松但是中国内地呢，其实过去的6个月可能出现了一些有点冰火两重天的状态，而这种冰火两重天，它某种程度也影响到了香港这边整体的环境一度其实包括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当时一度几乎好像内地所有的国企跟香港所有的银行都开始设立这种稳定币的小组，在研究，在申牌，在甚至在招人，在合作热度空前然后一夕之间呢这个监管机构可能给每一家都打了招呼以后这个事情就瞬间的戛然而止了，甚至可能目前来说进入了一个物极必反的状态大家甚至都不再敢谈及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香港就是包括诸位也都是香港的公司香港这边的整体的政策的走向包括它的法律法规的出台还是比较稳健，而且比较扎实的虽然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可能步伐还不够快所以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可以请各位聊一聊这个你们怎么看过去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变化，以及对未来半年或者1年这样，不管是香港还是中国内地可能的一些政策的走向然后要不这次我们就先从这个 Kevin 这边开始。对内地的政策，我觉得可能不太能多评价吧。但我觉得从香港的这个整体政策来看，我觉得虽然包括上午整体我们香港的政策可能不是最激进的，但我们看到的一个好的方向是，香港的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开始能够主动的去接受跟国际的一些好的变化和一些联系。这个特别对我们在香港的从业公司是乐于见到的，因为我们提供的基于香港以及海外的服务，将来我们可以通过包括昨天的整个流动性的共享订单部的流动性的这样的政策出来以后，我相信可以为香港的所有的客户或者是用户提供更好的流动性。那我觉得这个整个对香港的金融市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倒过来看的话，我觉得香港毕竟是全世界的第三大的金融市场。对，那我们也不能说香港的市场香港的监管会走的一定是非常非常激进，但至少每一年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好的变化，这个是我们还是乐于见到的。我觉得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政策的研判呢，总体来讲，我觉得中央政府把这个香港定为，就至少在香港，首先呢能够发 VATP 的牌照，然后到今年的话又开始了去年就开始做这个 stable coins 的试点，然后今年呢可能稍晚会公布这个 stable coins 首批的这个名单，然后到明年的话，大家也在预期之中，也会拿到比方说 VAOTC 的牌照，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发牌的推进呢，应该是说明至少中央政府是认可香港作为一个整个中国整个大中国，甚至是整个华人或整个是相当于全球的最重要的一个crypto 的一个政策高地，或是一个政策高地的这个定位应该是没有变的。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说，在稳定币的政策，包括 RWA 的政策，原来很多这个央企、国企，包括银行，以及包括很多互联网公司都参与了这个 stable coins， 以及包括 RWA 的一些申请，包括一些案例的一些研判。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当然呢，中央就有中央的这个政策。我觉得这个短期内，然后我们这个香港把这个政策做一个收紧，然后呢更加聚焦于在香港的一些企业能够快速的为整个 stable coins 打开局面，特别是试运行呢提供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用力。那我觉得这个方向呢也是基本上不会有变化的。就总体来看呢，就是说我觉得应该就我刚刚说的，就是说第一呢就是香港的定位在整个中央的大的政策的这个定位是没有改变的。第二呢，就是说整个
香港围绕整个加密生态缓缓推进的整个做法也不会有改变。那中国大陆的话，我觉得不太好研判，因为我觉得短期内的话，我觉得还不会是说对 crypto 持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但我觉得香港对我们来讲，所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包括这个所有这个金融行业无论是通过 RWA 还是通过各种 tokenization 的方式进行转化的人，香港始终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可以去开展相关的这个 crypto 的业务。对，我觉得今年确实经历了非常罕见的反转啊，就从极度的中央政府极度的这个pro 啊到开始控制。那么这个类似的情况，其实在当年2017年也发生过啊。一开始是要发牌的啊，传闻那个时候说要给什么 OK 火币发牌。对，然后后来发现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发现还是这个新鲜事物还是看不懂啊，有很多伴随的风险。那么因为大陆的这个国情太复杂，就是它举个例子，就是在今年年中的时候，然后开始大家开始在讨论稳定币的时候，那个热度非常高。那么很多金融机构也跃跃欲试要进场，但是我们发现有另外一类人群更加活跃啊，就是那些活跃在各个地方的传销组织啊，开始打着国家支持啊，我发一个币比比特币还要厉害，请你们一定要来买，一定会涨100倍万倍啊。那么会国家一定是看到了这样的，就是有金融的不法从业者开始包装用 crypto 的概念啊，让很多新的人群误以为那个是真正的 crypto， 从而上当啊，已经发现了有很多这样的迹象，所以不得已叫停了啊。其实从17年9·4来看呢，就是其实国家很多的这个高级政府官员是否认同比特币跟以太坊是不好说的啊。但是他们控制的是像17年的那个像 ICO 的那一轮啊，有几千几万个团队开始包装，用一个简单的 PPT 就能骗很多钱，这种金融乱象啊，就像当年的 P2P 一样啊。这个一个新鲜事物出来之后呢，因为国情复杂，然后人的这个受教程度这个水平不一，所以会导致很多金融乱象的延伸啊。所以为什么国家要开放香港来做试验田？这里面还是有这个综合的各种的考量在里面啊。那么我们回到香港，香港就是说，在过去从发布政策宣言就22年到25年啊，其实是刚经历了3年啊。就是我们从行业的观察来看呢，在过去3年里面，其实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啊。但是在今年以来，我们觉得这个石头可能摸差不多了啊。这个特别是最近啊，就是几个重大的措施，比如说开放那个7号牌交易所可以不用受到那个12个月的那个限制啊，包括可以连通全球的这个流动性啊，包括前段时间率先全球批出来的这个 Solana 的这个 staking 的 ETF。啊，其实这都是，向行业去表达一个态度，就是香港的这个监管，香港的这个在行业的这个开放可能会加速啊，这个其实也侧面的证明了，就是说监管从过去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新兴的行业，对于监管来讲其实也很难的，它特别是对于这种发展很快的 Web3 行业，就是它的风险。包括过去行业已经这么多年，已经很多这个风险事故发生了。那么没有一个监管不头疼的啊。其实我们这个接触过像日本的、新加坡的、像香港啊，就美国的监管都很头疼啊。到底我这么管会出问题，还是会怎么着啊？所以我们看，虽然过去大家有点诟病说香港慢啊，包括就是这几个举措都是我当年在 HKT 做 CEO 的时候去倡导的啊，但好歹是落地了。啊，就是摸着石头好歹过河了啊。然后我们最近呢，星火也给SFC 提了几个新的 proposal， 我们发现这个反馈的积极性，包括批复的这个效率有了明显的改变啊。就是这个都意味着，就是过去3年呢，监管从0到1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监管自信啊。就过去3年，通过他这套方法管下来，并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就是我没出事儿，那么我就可以然后第二个呢，他知道了哪些地方有风险，哪些地方其实也没啥风险啊。那么不如大家这个大刀阔斧再开放一点，再去试一试啊。
所以我个人跟前面2位的嘉宾的观点一样，就是我们会预计到接下来3年啊。如果说前面3年就跟一个小孩咕咕落地，到这个开始牙牙学语，到开始走路，那么接下来3年，人到3岁要干嘛呢？上学了呀，上幼儿园了啊。就是我觉得香港的整个这个发展啊，特别是在监管推动下，整个行业发展会越来越快。好的，谢谢大家，咱们时间也到了，对，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也希望大家一起能够把这个不管是香港还是华语的 Web3的整个行业跟社区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好，谢谢大家。